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解放军立即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要发出警示，美国不要轻举妄动，美国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东风亮剑，鹰击呼啸，火箭军发射弹道导弹，海军发射岸舰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解放军首次在台岛以东设置靶场，美军航母战斗群后撤数百公里，在台海过招，到底谁有优势？我要告诉你，我有对你的这个目标区域进行极短时间内的饱和攻击的能力。海军055型万吨大驱率10余艘驱护舰参演，导弹驱逐舰长春舰抵达花莲港外，监视台军兰阳号护卫舰距离到底有多近？海军专家张军社透露，本次演训还首次组织航母编队飞射演练，海上战略力量如何协同作战？全舰官兵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只要一声令下，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空军100余架战机赴台参演，多支轰炸机编队南北双向穿越台湾海峡，空中交汇画面首次曝光。英雄部队杜锋瑞大队飞行员目视距离俯瞰宝岛海岸线和中央山脉。64年前，空战英雄杜锋瑞如何威震台海？锋瑞做出了舍身忘死的壮举，击落了被他咬住的2架敌机，随后被后面的敌机击中。解放军锁台演训组合拳，彻底打破所谓海峡中线，首次全要素军事行动多项突破，如何为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创造条件？军情直播间即刻播出。8月2号，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为警告美台勾连，解放军东部战区当晚开始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并于8月4号起在围绕台岛6大区域组织实战化演训。东风导弹首次飞越台岛，战机俯瞰中央山脉，军舰贴近花莲海岸线，解放军靠硬核实力向全世界宣示了台湾地区属于中国的重要讯息。本期节目，评论员曹卫东、傅前绍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来掌握最新消息。8月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继续为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联合风控和联合保障行动。8月9号，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新一轮军演是否会成为常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道：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无论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打美国牌或是什么别的牌，都挽救不了台独势力失败的命运。8月2号，东部战区已公布此次实战演训选择环岛6大区域，在此期间，有关船只和飞行器不要进入有关海域和空域。6大区域的划定有战略性考量。先看西北侧的区域，它位于平潭岛的东南部，平潭是大陆最靠近台湾的地方，也就是说，这块演习区域位于台湾海峡的最窄处。在这里进行军事演训行动，能最大程度把控台湾海峡。再看西南部和北部的2块区域，它们离台湾岛很近。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透露，此次解放军演训范围是距离台湾岛最近的一次。西南部的区域距离台湾岛最近只有20公里左右，还是台湾岛对美、欧、亚海运的必经之地。而北部的区域距离台北最近只有80公里左右。这个距离是什么概念？打个比方，歼20战斗机最快飞行速度达到2马赫，相当于1分钟40公里，也就是2分钟可以飞临台北。注意东北部和南部的演练区域，阻止外部势力干涉。东北部的区域靠近冲绳，我们知道驻日美军主要集中在冲绳。如果美军妄图干预台海局势，我们东北部的演习点就在其飞机南下的航线上，而南部的区域扼守巴士海峡，这是进出南海的必经之路。根据卫星图像捕捉，解放军联合军事行动开始后，美国的里根号航母连夜倒退了几百公里，这应该让妄图以武谋独的某些人看清现实了。最后来看东部的区域，解放军首次在台岛以东设置靶场。
这一区域正对台湾岛花莲和台东2个军事基地，这2个基地被台独分子视为大后方。台湾岛东部多山，当年台湾当局在这里建了所谓的远东最大的地下空军基地，而这个选点恰好正面打击台独分子的退路。这次演训，解放军用了一个词“联合封控”，把上面几个区域连起来，可以看出解放军已经对台湾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包围态势。那么，所有这6个区域啊，对台湾岛形成了一个死死的一个包围态势，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形成了巨大的这样一个拒止能力。在这次演训中，人民解放军5大军种陆、海、空、火箭战略支援悉数亮相，值得关注。首先来看地面火力。8月4号下午，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官方公布的导弹发射现场视频显示，曾经在阅兵式上威武亮相的东风15等弹道导弹，这次是在山村小道上点火升空。多个发射场景中还出现了塑料大棚、乡村公路等田园风光，侧面展现出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出色的无依托发射能力。换句话说，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就能迅速起数发射，让解放军的导弹发射更难被对手发现和预测。而且东风15射程可达800至900千米，具备弹道末端可变轨能力，难以被反导系统拦截。穿越了这个台湾的它的爱国者导弹的密集部署的空域，同时是在美国宙斯盾的眼皮底下精准打击目标。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军队已经解决了在远海远域看得见、打得准的这样一个问题。台岛上面的爱国者3的拦截高度通常来讲大概是20公里，但是我们要知道中近程导弹的飞行高度有可能到80、100甚至130到150公里的弹道高点，也就是说我的飞行过程中有很大一段你是看得见但是摸不着的，而且我们说在末段突防的过程之中，我的速度也超过你拦截目标的上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让你看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拦不住。那么而且呢，我们说在拦截的过程之中，对方的目标的速度不能超过1600米每秒，就1.6千米每秒。但是我们知道，近程导弹在对大概300公里的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速度已经会到1.7公里每秒，就是我的速度超过你的拦截上限。更何况我们说爱国者3的射程也就是30公里，这个30公里还是斜距射程，所以说我只能应对大概差不多150度的这么一个范围。如果说在这个范围以外的来袭目标，那对不起，我是要把这个发射系统重新进行旋转的。那么这个过程你在作战的时候有没有时间？这个我觉得也还要打个问号。官方还公布了导弹精准命中台湾岛东部、北部以及南部海域3个演习区靶场的示意画面，其中射向东部靶场的导弹首次飞越台岛上空。分析就指出，此次演训中，我军常规导弹部队针对性地展现多项关键能力，体现出火箭军首战用我必胜的特殊作用。可笑的是，台防务部门一度出面否认解放军东风导弹飞越了台湾岛上空。日本防卫省在8月4号晚间公布，其探测到至少9枚解放军导弹，约在当天下午1点56分、2点14分、2点57分、3点5分到3点8分等分4波射击。有网友讽刺台防务部门是不是根本观察不到解放军的导弹？比如你的导弹的发射的区域实际上是来自于不同的发射阵地，但是你最终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达到了这个目标区域上空。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要告诉你，我有对你的这个目标区域进行极短时间内的饱和攻击的能力。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还透露，东风导弹首次飞越台岛射向东部靶场，把美军航母喝退几百公里，凸显解放军远域射指能力。这是第一次就把台岛的东部设为这样一个靶区。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是敢于叫板里根号的航空母舰，美国的里根号。那么当时我们可以说是迫使里根号的航空母舰从台湾的东南向东退出了几百公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映了我军的这样一个远域射指能力。
8月8号，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就台海局势发表挑衅言论，试图向中国大陆泼脏水。他还放话称，美军将在未来几周内穿行台湾海峡。在解放军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实战化联合演训开始以后，有外媒指出，美军或照搬1995年到1996年台海危机时的应对模式，派遣航母穿行台湾海峡，以对解放军军演进行试飞。当时，美国曾经派了2艘航母到台海，声称要保护台湾。其中，尼敏兹号更是直接穿越了台湾海峡，给台独势力撑腰。因此，现在岛内仍有一帮人还在迷信美国会再次派航母穿越台湾海峡。事实上，关于美海军里根号航母的动向，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美军已经命令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折返并停驻在台海地区，并对局势进行跟踪。根据卫星图片和船舶应答信息显示，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确实从预定前往日本的航线折返，目标似乎是台海地区。近30年来，美国航母曾2次穿越台湾海峡，第一次是在1995年12月19号，尼米兹号穿越海峡，此时距离解放军台海军演结束不到1个月。第二次是2007年11月23号至24号，小鹰号航母在访香港被拒后，率8艘舰赌气式地穿越台湾海峡。不过，美军这次很低调，多次解释是因为躲避台风而进入台湾海峡。有分析指出，单纯从军事上来说，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意义不大，因为航母在海峡里机动不便，很容易遭到打击，尤其是在战时更是活靶子，随时会面临轰炸机发射的空舰导弹和陆基发射的反舰弹道导弹的打击。以解放军目前的军事力量，已经能够实时掌握所谓第一岛链内任何敌对势力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动向，可以随时重创这些来犯的敌方舰船、飞机。东部战区连续多日在台岛北部、西南、东部海空域进行了实战化联合演训。那傅先生，据您的观察，解放军这次是如何排兵布阵，做到中国军队说话是算数的呢？这次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进行的大规模的联合演训，可以说它划设了几个区域，这几个区域是演训的重点。那么怎么排兵布阵？我们可以从整个演训的过程看得出来。这6个区域呢，有4个是弹着区，包括在台湾东面的3个弹着区，以及呢台湾西面的，也就是台海中线附近的一个弹着区。从中呢，我们就看出来，我们的陆军和火箭军在台海军事行动演训过程中他们是有分工。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射程可不仅仅是能够封锁台湾海峡中线这个位置，它甚至能够覆盖整个台湾岛。那么台湾岛上的所有的军事目标，或者是重要的港口机场这些目标呢，都在他们的攻击范围之内。而火箭军的地对地导弹全部越过台湾岛，打在东面的3个着弹区，意味着我们具备区域拒止能力，就是域外国家的军队军舰要想从台湾岛的东面来驰援，那么必然会遭到我们火箭军地对地导弹的拦截。那么在台湾岛的北面和南面还有2个演习区，这2个演训区主要是中美两军空军和海军的作战飞机、舰艇在这个区域演训，而且他们演训的距离是有讲究的，全都深入到台湾岛的12海里这个范围内了，从而呢给台军一个大大的压力，压缩他们的活动范围。而这个演训过程中，空军和海军的舰机之间是有协同的，因此整个台湾岛被我们的演习区域所包围，但是每个区域他们承担的任务不一样。解放军5大军种参演，其中火箭军备受关注。官方公布的视频显示，起码发射了2型东风导弹，部分导弹穿越了台岛上空，精确命中台岛东部海域靶标。那么，曹先生，这次东风御舰体现了怎样的远域射指能力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解放军在军演中呢，使用的都是常规导弹，就是不包括核弹啊。那这个常规导弹呢，它里边有几种性能。第一个呢，就是打击移动目标的啊这种导弹，比如说东风21啊、东风26啊，它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还有一种导弹呢，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就是像东风17这样的导弹，高超音速，它的突防能力很强。那么还有像长剑10啊这样的巡航导弹啊。它的射程很远啊，那么这个精度很高啊，它是这样的一型导弹。当然还有东风15啊、东风16啊这样的导弹，所以他们执行的这个任务是不一样的。那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从这个距离上它达到了。还有一个就是精准度上，我们说这些导弹啊，就是都打中了目标，或者是说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啊，就是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就指的是这些导弹。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穿越台湾岛。那么既然它这个导弹能够从这个地方穿越台湾岛，说明呢，这个台湾岛啊，它整个的岛上啊，所有的目标都是在覆盖，就导弹的覆盖之下啊，包括它的周边都是在覆盖的之下。那也体现了就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震慑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啊，你是无处躲藏的，无处藏匿的。所以我觉得呢，火箭军的这10几发的导弹呢，可以说啊，达到了震慑啊台独分裂势力的目的，同时也检验了我们这种就是全域设战的能力。请教曹先生，据您的观察，面对解放军的锁台演训，台军又有哪些动作呢？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蔡当局呢，对于解放军的这次演习呢，还是非常惊恐的。所以这个蔡英文呢，在发表谈话的时候说，这个对解放军的这一些军事演习的行动啊，不要做出升级的反应。所以我们看到呢，当解放军的战机，然后包括我们的军舰，在这个对它进行封锁演习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导弹啊，在穿越台岛的时候，它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啊。那说明台军对这次的这个演习是无能为力的啊，他不敢拦截，也不敢动，所以呢，就是在自己的原地可以说是进行观望。所以通过解放军的演习吧，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震慑了台独分裂势力。东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官兵接令后，快速机动至指定区域，对海上目标持续火力追瞄和模拟突击。那么，傅先生，您认为这凸显了海军在台岛方向构筑的怎样的作战体系呢？在这次大规模的演训期间，海军的岸基反舰导弹部队也参加了相关的演训，而且呢，在演训过程中，对一些目标进行了照射和跟踪。这说明我们的岸基的反舰导弹已经能够对较远目标实施精确跟踪和攻击。由于他们的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完全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因为大陆距台湾的距离平均距离顶多也就是200公里，那么我们的岸基反舰导弹的射程应该说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一旦这个区域发生战事，域外国家的军舰，包括航空母舰，要想进入台湾海峡，那么它就要好好掂量掂量了。东部战区海军公布舰艇抵近花莲港外照片，近距离对峙台军主力舰艇，清晰可见的台湾海岸线，传递哪些重磅信号？台媒称，2艘解放军055型驱逐舰现身台岛东部外海，万吨大区针对岛内台独势力发挥怎样强大的射指威力？军事专家透露，解放军首次组织航母编队进行震慑性演练，并有核潜艇参演，怎样构建海上立体式作战体系？在浙东、福建、粤东沿海，东部战区海军10余艘驱护舰艇依令从不同方向抵近，展开联合风控行动，连续组织昼夜间模拟对陆打击、综合攻防、联合反潜等实战化演练，提升舰艇核心作战能力。演练的目的是检验核心作战能力，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高度戒备状态。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对一切破坏祖国统一的来犯之敌迎头痛击，绝不留情。
多艘护卫舰导弹艇和多个机动岸导火力单元保持高度戒备，持续对海上重要目标实施火力追瞄，展开模拟突击，锤炼部队对海打击能力。在战区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战区海军出动舰艇、战机、岸导等任务兵力，重点进行了联合对陆打击、对海突击等科目训练。打击目标，4洞动腰，4洞动2拼。从现在公布出来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其实主要考验的还是就是说整个海军的多兵种的合成，它在多个方向对台湾地区进行一种这样的合围式的这种部署，那么需要大量的这种通信联系、指挥和这个情报的支持。那么这方面呢，过去很少会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演训，但是这次呢，它就是整个走完了这么一个流程，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这种联合作战、合成化作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解放军少将、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介绍，此次演习首次组织了航母编队进行震慑性演练，核潜艇参演，构建了海上立体式的作战体系，构筑了一个立体作战的这样一个平台。航母编队出去，应该是有核潜艇在水下活动的。虽然以东部战区为主啊，但是其他的战区也都参与其中。演习的科目，比如说有联合风控，有对海攻击，有对陆地的突击，还有制空作战。有分析认为，组织航母编队参与如此实战化的军演，说明解放军现役航母具备实战能力。从航母编队在台岛周边构建立体作战体系的表述来看，航母编队在这次演习中或扮演了海上作战中枢的关键角色，而组织航母编队进入台岛周边海域，可执行多种作战任务。一方面，航母编队防止敌对势力伺机从巴士海峡至台岛东部水域对我军造成干扰；另一方面，航母编队作战飞机、编队护航舰艇和核潜艇均可对目标实施打击，也能够起到辅助进攻的作用。一般来讲，航母及其护航编队在战场上一直是敌方攻击的首要目标。我军航母编队参与此次实战化军演，不仅说明部队不惧任何威胁，也有进行多层次防御敌方反舰导弹、海上突击能力等突发情况的预案，是我航母编队打得出、防得住的有力证明。这次呢，我也注意到公布的情况，就包括说是航母编队的这种实战化的军演，包括说是构建这个海上的威慑演练。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航母本身呢，它是一种进攻型的兵力，它不是用于防御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航母编队能够拉出来进行这种威慑性的这个演练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航母的这个初步的这种打击能力已经是形成了，而且呢，也是对这个台海周边呢有着这种绝对的这个战术上的优势。此外，首次披露核潜艇参演为航母护航。一方面，核潜艇参与航母编队外层警戒和反潜任务，本就属于航母编队作战编组内，说明完全是按照实战部署的要求来执行此次军演任务。另一方面，核潜艇部队除去在台岛周边水域进行反潜防御作战之外，还可能通过发射潜射巡航导弹对台岛预定目标实施精确打击。过去呢，关于这种核潜艇的装备情况，包括说是它的这个技术参数啊，以及它的性能啊，咱们是很少公布的，因为这个核潜艇本身啊，它的保持神秘就是它最大的这个战斗力之一。那么这次呢，这个公开说明说我们有核潜艇参与，就说明咱们新一代的这个核潜艇呢，首先它已经是具备战斗力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能够跟咱们新一代的这个航母编队作战呢，也就说明说这两个兵种本身有非常好的配合，那么能够形成这种立体化的作战体系，成为一支立体化的这个全方位、全覆盖的这么一个海军兵力。那么这方面能够体现出巨大的这个战略威慑能力。8月5号，解放军报发布的海军演习照片立刻在网络引发热议。在这张照片上，一名解放军海军战士在军舰甲板上，
手持望远镜观察，海岸线与远处的山脉清晰可见。至于照片中出现的另一艘舰艇，正是台湾海军的兰阳号护卫舰，舷号935，属于从美国租借的诺克斯级反潜护卫舰。1971年在美海军服役，1995年加入台湾海军，已经服役超过50年。不仅舰龄老，整体性能也早已落后。在解放军的视角下，兰阳号锈迹斑斑，破败不堪。事实上，台湾海军的主力战舰舰龄已普遍超过30年，且近一半数量已经超过40-50年，早已经达到了退役的时间，目前只能勉强支撑。实际上，台湾这个所谓的海军啊，它当下的情况就是这样，老旧破败不堪。那么一个呢是它的这个舰龄比较长，除此之外呢，这个它的这些这个水面舰艇啊本身也没有什么新式的装备啊，大多数都是美国淘汰的这种装备啊，甚至乎唯一说有点新东西的，反倒是他自己建的这些这个小吨位的这种快艇型的装备。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拿这个兰阳号跟咱们的这个海军舰艇去这个1对1的这种这个所谓的对抗啊，那么可以说是有点这个碰瓷儿了。应该说就是一个老大爷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还说想打一架，那你看这不是有点这个碰瓷儿的意思吗？是吧？啊，说实在话，不打你，你可能都这个开着都停车了。所以说呢，这个整个台湾的无论是水面还是水下的这个兵力的情况，都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这个破败不堪的状况啊。这个未来呢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8月6号，新华网公布了解放军演训最新画面，照片中的场景再度在视频中闪现。有细心的网友指出，海岸线上的白色柱状建筑物可能是花莲县发电厂的烟囱。专家表示，不管具体位置在哪里，很显然军舰是在非常靠近台岛海岸线的海域在航行，距离如此之近或前所未有。有网友评论，海军都快贴到海岸线了。在战区联合作战体系的支撑和掩护下，我们航行在这片海域，离祖国宝岛这么近，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现在全舰官兵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只要一声令下，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不负众国。地平线本身呢，它的这个极限就是大概3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说它在30公里之外的话呢，你就看不到它的海岸线了。它的海岸线就在这个海平面下面了，在30公里之内也是一个非常之近的距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对对方的这个心理压力还是非常之大的。比如说这个解放军的这个舰艇离它的这个花莲如此之近，那么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去这个阻止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说这张照片公布呢，确实是产生了极大的这种震撼效果。东部战区海军10余艘驱护舰艇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联合封控，连续组织昼夜间模拟对陆打击、综合攻防、联合反潜等实战化演练。那么，曹先生，您是如何观察海军在这次锁台演训中的表现呢？当海上封锁作战的时候呢，它要独立的在海上方向完成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并且呢，要探明水下的这个潜艇威胁所以呢，它是一个立体的防御和进攻的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应该说是非常繁重的，因为过去呢它不执行这样的任务，因为它过去主要是近海防御、远海护卫而你现在是一个封锁作战，要靠自己的编队出去来完成对空域的防空，对这个水面上舰艇的这种警戒，对水下这个潜艇的搜寻，那么还要围住陆地上可能对自己的编队的打击。那么这样的任务呢，就是人民海军在演习中呢，实际上已经进行了演练，并且呢，很好的和其他的军种进行了相关的配合。8月6号，解放军报发布的这张照片迅速引发关注。海军长春舰行驶在花莲港外，战士手持望远镜观察不远处的台军舰艇。那傅先生，在您看来，这张照片有怎样的丰富信息呢？解放军报公布的这张照片，很多观众、读者和网友看了都非常兴奋，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舰船最靠近台湾岛的一张照片。近处
我们能够看到一艘老式的台湾海军的军舰，而在它的背后，就是祖国的宝岛，海岸线和岛上的山峰，我们都能够一清二楚地看到。可以说，只要张开双臂，我们就能够拥抱祖国的宝岛了。那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中国人解放军海军已经进入到了台湾岛的岸边，距离它的海岸线大概就是10来公里左右，已经突破了所谓的12海里的。当然，我们要强调，这个12海里是台湾岛的12海里，也是中国的12海里的领海。可以说，今后人民解放军的战机和军舰都会为保卫台湾12海里的领海和领空做出我们的贡献。据报道，近日海军还首次组织航母编队威慑演练，构建海上立体作战体系，并出动核潜艇配合行动。曹先生，航母编队威慑演练与平时的出海训练有怎样的区别？那么这种编队呢，往往在过去的演习中，主要是要考验它的远海能力，所以它的航行的距离抗风浪的能力，还有执行多样化任务呢，是演习的重点。而这次呢，它主要是对岛屿封锁作战，或者是呢配合海上对陆的这种登陆作战、两栖作战，所以它的任务或者说它军事行动的科目呢有一些变化。而我们看呢，这次它很好的完成了相关的科目或者是说很好的保证了这个演习的顺利进行。我就在台湾岛的附近，我就在这儿执行这种对岛屿的封锁作战任务，我就执行这种和其他的这个舰艇一起执行登岛登陆的这种任务，争夺海上制空权，争夺海上制海权控制海上通道安全，执行这样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次航母编队它执行的这种任务，或者是它演习的这个特点呢，和以前的这些演习呢有一些不同。空军100余架战机赴台参演，英雄部队杜峰瑞大队飞行员目视距离俯瞰宝岛海岸线和中央山脉。64年前，空战英雄杜峰瑞如何威震台海？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海军航空兵出动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加油机等100余架战机，持续多日参加锁台演训。歼20、运油20等新型战机悉数登场，多支轰炸机编队贯通南北，同时双向穿越台湾海峡，如何遂行多军兵种环台岛进逼设压。杜峰瑞大队飞行员驾驶战鹰，目视距离俯瞰宝岛海岸线和中央山脉，英雄精神如何激励新一辈接续奋斗？军情直播间专访杜峰瑞后人，讲述64年前空战英雄杜峰瑞的故事。8月7号，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战区空军连续出动多批多型战机，成体系实施岛屿进攻作战演练。演练重点锤炼了联合对地打击和远距空中打击能力。在预警机、干扰机、歼击机、海上舰船的支援下，空中打击兵力协同远箱火、常规导弹区分多个方向，对预定目标实施防区外多弹种饱和式联合精确打击演练。打击平台在接收到攻击指令后，调整姿态、搜索锁定、发射导弹等一系列动作连贯准确。值得关注的是，模拟打击任务完成，多支轰炸机编队按照预设航线贯通南北，同时双向穿越台湾海峡，遂行多军兵种环台岛进逼设压。解放军的这样的轰炸机机队贯穿的飞行台湾海峡，会对台军和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造成极大的这种设压的效果。本身一南一北的对飞从战术上来说，它就会分散台军的应对能力而且第二个方面来说的话，轰炸机本身是一个大型的空中飞行平台，它的载弹量是很大的。严格说，它一次投弹的话，它的毁伤的能力包括毁伤目标的数量都是巨大的。而台湾岛特别是在西部平原比较多，它整个公共业设施也大量的集中在西部，包括一北一南，所以整个这个轰炸机队
贯穿的这个飞行通过台湾海峡，对台湾岛特别是西部重要的这些工农业设施啊，包括港口，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威慑。8月2号，官方公布的东部战区军事行动视频出现了歼20夜间出击的画面，证实歼20已具有夜战能力。8月4号，歼20首次证实参与对台军事演训，这是歼20首次执行实战背景下的任务进行作战性使用，标志着解放军的军事水平达到一个历史高度，也意味着台海空中优势已经决定性、压倒性的在我们一方。更令人惊喜的是，8月5号，官方公布的视频中出现了运油20和歼16飞机在海上进行空中加油训练的画面。7月31号，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在今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已投入新时代练兵备战。分析指出，此次运油20空中加油机现身锁台演训，意味着解放军各型战机将飞得更远，而运20平台的拓展机型也将逐步解锁。评论员秦真指出，这次演训中，解放军空中力量从出动的战机数量到演练的类型都非常丰富，体现出空中力量和其他军种配合已经越来越成熟。第一方面就是显示了东部战区，特别是空中力量的这种强大。第二个特点显示了可能是这有海空军之间的一些配合啊。第三个特点就是显示了也是当下解放军的这种空中力量和机型的这种丰富啊，包括这种体系的完善。8月5号，东部战区空军持续出动多型战机赴台岛周边实施实战化演训，带回一段飞行员目视距离俯瞰宝岛海岸线和中央山脉的最新视频。我和战友亲临执行抵近射压任务，在空中目视距离俯瞰宝岛台湾的海岸线和中央山脉。据了解，在能见度特别好的情况下，战机飞行员的目视距离是10至20公里，也就是说，战机几乎是贴着海岸线在飞。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东部战区英雄部队精锐尽出，俯瞰台岛的飞行员中就有来自杜锋瑞大队的飞行员。1958年7月29号至10月10号，两岸空军曾为争夺福建、广东等地制空权展开空战。杜锋瑞在10月10号以1敌3威震台海，自此结束了两岸空中对峙。64年前，飞行员杜锋瑞以1敌3血洒长空。作为锋锐传人，我们也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要像先辈那样敢打敢拼，勇猛顽强。在这次锁台演训中，陆军渡江英雄炮所在旅、空军王海大队、杜锋瑞大队、海军海上先锋艇所在支队等英雄部队精锐尽出。其中，杜锋瑞大队以威震台海的英雄飞行员杜锋瑞命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杜锋瑞以1敌3血洒长空的战斗故事。杜锋瑞出生在河南南阳方城县，家境贫寒。1947年，15岁的杜锋瑞加入解放军，从一名地主家的放牛娃，逐步成长为一名战功卓著、技术精湛的优秀飞行员。1958年夏，为回击美台勾连、袭扰大陆，福建前线边防部队奉命炮击金门。10月10号上午7时，盘踞台湾岛的国民党空军出动美式 F-86战机6架，向福建龙田飞来。杜锋瑞所在飞行中队驾驶8架米格17迎战，这是杜锋瑞首次参加空战，他的实际飞行时间只有300多个小时。表面上看 ，F-86战机性能与米格17旗鼓相当，敌机的数量还少了2架，但实际上这是一场恶战，因为国民党空军派出的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杜锋瑞当时为了掩护长机脱险，长机成功脱险之后，杜锋瑞自己却身陷重围，随时可能被敌机击毁。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杜锋瑞做出了舍身忘死的壮举，击落了被他咬住的2架敌机，随后被后面的敌机击中。杜锋瑞的战机迅速向地面坠落，而就在他跳伞降落时，被敌机的子弹射中颈部，英勇牺牲。杜锋瑞英雄事迹的背后，凸显的是当时炮击金门背后的台海铁血较量。1958年，台湾国民党空军不仅装备了大量 F-86战斗机，而且美国还加大对台军事援助，将最新式的 F-100超级配刀战机和响尾蛇空导弹提供台湾国民党空军使用。美军机甚至入驻台湾，接替日常防空，让国民党空军放手将主力投入到台海空域。
当年9月起，国民党空军平均每天出动200架次以上飞机进行武力示威，少数飞行员还伺机窜入大陆空域进行骚扰。美台勾连以为凭借先进飞机就可以横行大陆东南沿海，却没想到遭到年轻的人民空军的坚决打击。杜峰瑞和他的战友以空中拼刺刀的英勇无畏气概和高超作战技术，彻底震慑住了国民党空军。在1958年10月10号的国土防工作战中，人民空军共击落3架敌机，其中杜峰瑞1人击落2架。人民空军的英勇顽强令敌人闻风丧胆，从此东南沿海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空战。杜峰瑞壮烈牺牲后，空军党委为杜峰瑞追记1等功，国防部授予他空中战斗英雄称号。1964年，他生前所在的飞行大队被授予杜峰瑞英雄大队称号。英雄虽然逝去，但杜峰瑞的红色基因始终在人民空军代代相传。深圳卫视军情直播间记者近日视频专访了杜峰瑞的侄子杜兴仲。杜兴仲的父亲杜凤嘉是杜峰瑞的哥哥，兄弟2人在10几岁时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杜峰瑞19岁被选入空军，随后哥哥杜凤嘉也在弟弟的鼓励下加入空军。杜兴仲告诉记者，当时他们河南老家县里的报纸还以“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的标题报道了这2位空军兄弟兵。但随着2人的父母年岁渐长，需要人照顾，作为兄长的杜凤嘉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军旅梦，回家尽孝，把为国尽忠的重任交付给了弟弟。谁知2兄弟这一别，竟是天人永隔。我父亲跟我这个叔叔2个人就商量，一个尽忠，一个尽孝。那在这个期间呢，那就是我父亲说，那你学飞行员学得早，你的这个驾驶技术比较好。那我是哥哥了，那我回家，就是我父亲就回去照顾爷爷奶奶。后来领导这边同意我父亲转业，那我叔叔留到了部队。当时这个留到了部队，2个人最后一次的分别就是几乎成了永别。每我父亲提到这件事情，都是这个眼泪都不由自主的都流下来了。因为我父亲今年应该是95岁了，这个身体都挺好的，但是每年都要求来福州，这个给我叔叔去扫墓。杜兴仲说，多年来部队一直没有忘记英雄杜峰瑞的家人，经常邀请他们参加空军活动。看到解放军空军在先进战斗机上的发展，自己的父亲感叹万千。杜兴仲说，父亲这次听到电视里空军飞行员将自己称为杜峰瑞传人，更是感到无比自豪。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在鼓励着飞行员，并且还在鞭策他们说，你们的今天呢，有这个强大的科技，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些飞机让我开，我都开不来了。当年我们的时候，那都是全这个手动的，我的一个导弹下去，早1秒离目标差500米，迟1秒离过了目标500米。而今天你们可以实现到精准锁定。连日来，东部战区空军持续出动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电子侦察机等多型战机赴台岛周边实施制空作战、支援掩护、空中打击、侦察预警等实战化演训。那么，曹先生，这次演训检验了空军哪些作战能力呢？从这次东部战区的这个演习来看呢，我们的空军呢，首先是执行了这样的战略，就是攻防兼备啊。比如说，我们这次演习的时候划了6个区域，有一部分呢是在台湾的东部。那台湾的东部呢，按照我们讲的这个出远海或者就是这个美国或者是日本他们划定的这个所谓第1岛链呢，那就是在第1岛链以外了。那说明我们的人民空军啊也能够常态化的出岛链。我们在这个区域里边有这种攻防兼备的能力啊，这是体现了我们空军就是完成自己战略的时候的能力。还有呢，就是我们人民空军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就是多机种啊，这个多批次的执行任务，它是整个的体现了空军的这种就是体系作战和信息化作战的能力的显示。当然，空军的这些战机啊升空之后，也要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进行配合，还要和就是我们火箭军呐，还有陆军呐等等的军种配合，所以体现了它联合作战的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出动的众多军机中，最先进的歼20隐身战机备受关注。从官方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歼20进行了昼间、夜间出击。那么，傅先生，据您的观察，歼20此次执行的任务有怎样的特点呢？又具有多大的威慑力呢？歼20隐身战机是首次公开的参加大规模的演训活动。那么从电视的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歼20战斗机它夜间、白天都出动，甚至是跨昼夜的进行飞行。他们的使命任务是什么？从歼20隐身战机它的主要功能，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应的分析判断，因为它的主要设计指标呢，都是用于制空作战的。它的对手有3代机，也有4代机，3代机和4代机之间有代差，因此这些战机恐怕碰到歼20存活概率非常低。当然，美军也有第4代的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那么 F-35战斗机碰到了歼20，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它的机动性、航程、载弹量以及机载武器都要比歼20差。因此，只要有歼20出马，估计那片战区的制空权就会牢牢地掌握在中国空军的手里。我国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也参加了此次实战化联合演训。解放军报指出，运油20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并可担负与运20飞机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那么，傅先生，刚刚入列不久的运油20将如何发挥力量倍增器的作用呢？解放军报对运油20的报道指出了它2个特点，一个呢，它具备空中加油能力，为我军的作战飞机提供燃料补充，从而能够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留空时间、作战半径。那第2个特点呢，它和一般的运20运输机一样，都能够承担战略运输任务。它的机舱能够搭载其他的装备和人员，就是我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时候，那么它依然是一款战略运输机，可以说它是一个多功能的重型空中加油机。由于它的载油量比较大，可以同时为多架军机实施燃料补充。可以说，有了运油20的加持，我军的综合作战能力成倍提升。这个话应该说非常中肯。好的，非常感谢傅先生，也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军情直播间。